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城北虚空，这是介绍4个女儿的最后一期视频了。铠甲勇士老2和我最喜欢的老3已经介绍过了，今天来介绍傲娇的老大和尼古拉斯阴间之罪赵四儿。首先介绍大女儿，第一个技能预言之剑，这技能就是老大的一发普通平 A， 特点就是伤害特别稳，稳如一条1000年老狗，说多少打多少。第二个技能支配领域，当位移用的那点毒的伤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第三个技能害人之死，给对面挂上10乘3的毒，但是会附赠对面3回合的隐身。不是你毒就毒，你别搭上个隐身呢。胳膊肘逐渐外拐，这要换个 BOSS，30血换3回合无敌，血亏。第4个技能亵渎神圣，给对面挂一个刮痧一样毒，但是会给对面附赠一个额外的回合。姐啊，咱放技能就放技能，别老搭上点啥，行不行啊？胳膊肘子别拐了。第5个技能白给的光辉，给自己回点血，上点垃圾 buff， 然后给对面全体多加1个回合。这技能就你妈离谱，这胳膊肘子都他妈拐到太平洋去了，我甚至怀疑我们之中出现了一个内鬼。第6个技能五之信条，这是大女儿唯2的阳间技能，守护全体并给自己加血。大女儿，你的胳膊肘可终于拐回来了。最后一个技能更大的荣耀，这绝壁是我有史以来见过的最奇葩的技能。大女儿把自己传到对面去，然后大女儿不是有很多白给技能吗？这些白给技能就会对着我们这边人用，而且不造成任何伤害，我真是服了。好一个曲线救国，背后的原因令人烧心。不过大女儿有时会放出的守护技能，这次变成了守护敌人。好好的暗黑地牢完成你妈碟中谍，然后是大女儿100%会进入的特殊折磨征服者的后代。每当到她的回合，她就会讲一句骚话，然后给敌方全体强制上一个伤害只有1的毒，还加上附带全体1个额外回合。累了，毁灭吧，赶紧的。并且大女儿在折磨状态下会锁住压力，减100%压力治疗和压力伤害。好处是不怕压力怪，坏处太多了，我写不过来呀。我来总结一下游玩大女儿时的注意事项，建议不玩。然后是阴间之王尼古拉斯赵四，第一个技能共享诅咒。首先介绍4女儿的专属特殊物品第4者的呼唤，使用后瞬间进入濒死状态。然后是4女儿的特殊机制，进入濒死时会给其他人回血。技能效果是将自身的重创减1和心衰减1以及全队的重创减1转移给一名敌军，并且治疗他100%的最大生命值，并且还会眩晕，然后给自己再回4点生命值。我就没见过这么复杂的技能。假如你们没有濒死的，那效果就是给敌军送上一个满血。第2个技能最终守护，强制被队友守护，并且给他奶点血，没什么好说的。第3个技能生命馈赠，给队友奶点血，然后给自己套上一个10点的流血，保证进入濒死。因为老4满血就10滴血，这是老4主动进入濒死的最常用的方法。而老4的核心玩法就是老围绕着死门旋转，不濒死没战斗力。第4个技能突破极限，将自身的 buff 和低 buff 全都转移给一名队友，同时给他附赠一个更强的加伤害的 buff， 简单来说就是给一个队友加很多伤害。第5个技能拥抱，清除对面1个回合，这技能精准度奇差无比，还会给对面增益6点速度，性价比比较低。第6个技能老4的最强技能自我催化，使用之后给自己增加1点压力，然后变身成为一轮4动。但这不是最变态的，老4在这额外的4动中可以放各种各样的技能，什么都行，包括再次自我催化，又是一轮4动，紧接着还能自我催化，反反复复1个回合20多动，宛如一个丈八流烟，拿到丈八蛇矛没完没了。老4的专属100%特殊折磨普度众生，先手讲一句骚话，然后治疗敌方全体100%的最大生命值，并套上一个低 buff， 并且老4此时的压力不能被减少，但是可以增加。一到老4的回合，他就会给敌方加1次满血，这胳膊手拐到火星上去了。可以说4女儿简直是暗黑地牢个人自制 MOD 的设计巅峰。它虽然非常的阴间，但也只可能是我觉得阴间，可能是我太菜了。下面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实战中是什么样的。首先是大女儿想要当内鬼的条件十分苛刻，因为当内鬼必须要满足对面阵营有空位，然后自己的血量要高于75%，而且还不能站在1号位，站在2号位才能用，但是自己又没有主动往后退的技能，于是这个技能就放不出来。而且你进入折磨之后 BOSS 会变成2动，等你调好了位置 BOSS 又开始招人了，
见缝插针，根本都插不进来。而他在折磨状态下成功当内鬼之后，居然可以利用他折磨的反向操作，他在敌人那边说骚话，然后给我们挂一个易伤害的毒，并且全体增加一个额外回合。我只能说这个操作融入我对大女儿的所有理解。作者在这个技能的结尾写到了慎用，这个技能有 bug，BOSS 使用技能最终飞升，把我大女儿直接给生没了，打死毒死心力衰竭流血而死我都见过，这么离奇的，好吧，我这是第2次见到了。上一个是收藏家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个最离谱的，我打赌99.99%的人都没有见过这么输的。我这里收藏家正常一个生命汲取干掉3号位的骷髅，然后4号位的小怪给我来一催眠术，然后居然他妈黑屏了，紧接着告诉我任务失败了，我实在想不通是哪里失败了。这个催眠术是类似于原本海妖魅惑一样的技能，因为我是单刷的，我这边只有一个人，所以我这边只有一个人被魅惑的情况下，就算我这边没人，然后直接判输。也就是说，单刷的干员碰到这招催眠术直接拉闸。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？有。当我打开下一页的时候，我人都傻了，失败的原因居然不是中途退出队伍，而是命都没了。是的，催眠术把命都给催没了。玩这么长时间，头一回碰到这么狗屎的情况。满血只有10滴血的老四，经常在死亡边缘反复横跳，哦不，大鹏展翅，一不留神就会被人家一刀带走，非常不稳定，动不动就能给敌方加满血的折磨，经常会把玩家的压力一瞬间拉到200。老四进入折磨后，压力只会增加不会减少。可以说老四进入折磨，这个游戏直接没法玩了，老四自己反正是走不长远了，我估计玩家恐怕也要心力衰竭了。又想玩好老四，一个回合要消耗的时间特别长。玩暗黑地牢能玩出打连招的感觉，起手自我催化，然后生命馈赠超越极限，自我催化，生命馈赠超越极限，自我催化，生命馈赠超越极限，自我催化，生命馈赠超越极限，一个回合宛如一个丈八流烟，没完没了。原地就能培养出来一个超级赛亚人，2刀就可以原地秒杀冠军意大利炮。如果你耐心足够好，把 buff 上全了，1刀就可以秒冠军意大利炮。你如果没有对技能很深厚的理解和足够耐心，我劝你千万不要玩老四。我再玩老四我就是狗。至此4女儿终于介绍完了，哇，真是一段痛苦的折磨。介绍完他们之后，我打算开启一个新的系列，就是有人经常介绍给我的原本 BOSS 增强，我将开启诸神之战，我将会用最埋汰的手段打赢这些 BOSS。那么好的，我是成本徐工，我非常需要你们的情感硬币来减一下我的压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